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阴历、阳历还有农民历？我们以前在课本里面都看过，但到底什么叫做阴历，什么叫做阳历？简单来讲，如果你想要理解所谓四季的变化，你就必须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不变的自然的基准。那有什么东西对古人来说是永恒不变？答案就是日月星辰。根据太阳运行来记录时间的叫做阳历，根据月亮盈亏来记录时间的叫做阴历，而同时参考太阳与月亮运行并加以调整的就叫做阴阳合历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农民历。太阳跟月亮哪一个到底比较好观察呢？答案就是月亮。你不可能在正中午盯着太阳看嘛，很快你就会得医院挂号了，这个为上古多数文明几乎都以阴历为基础。那谁主要使用阳历？古埃及人。那因为埃及人非常崇拜太阳神，所以他们都以他们的历法太阳为核心。今天我们来聊的重点就是阴阳历，阴阳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农民历。那为什么叫农民历？因为它的核心功能就是服务业、农业和生产。古人观察日月星辰，并不是为了算星座运势，也不是为了占卜爱情，而是为了掌握耕种时机，避免灾害，确保粮食生产。民以食为天，在生产效率极低的年代，任何一次判断错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农损，甚至导致饥荒的死亡。因此，制定准确的历法对古代的国家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到了商朝，天文学已经相当的发达，为了记录时间，他们建立了天干地支系统，也就是10天干与12地支，并且确立一年12个月，大月30天，小月29天。但他们很早就发现，太阳年实际的长度是365又1/4天，12月加起来根本用不完。那怎么办呢？当然就是封存起来吧。当累积的时间呢多到接近1个月，那就补上1个月，这个月就叫闰月。商朝已经知道19年之中会出现7个闰月，这就是所谓的19年章法。因此，阴历与农历每19年就回到同一天，19几、38几、57几，理论上都会重合。说到闰月，1月最常听到就是闰7月，其实并不可怕，顶多就是传说中的好兄弟陪你一起过暑假。在传统的观念中，真正忌讳的是闰8月，至于原因，今天先不展开。随着长期观察，商朝人也记录了恒星、行星、彗星、日食、月食。人类逐渐从游牧走向定居农业，是为了更精确掌握季节。24节气也逐渐形成。回到农历本身，农历也被称为黄历，相传由黄帝时期的墨姬因此得名。在古代，在官方接文机构负责推算，在由皇帝给颁布，所以称上黄历。为百姓使用的叫做民历，记载的是日常生活，例如入学、安床、沐浴、剃头等，给官员使用的叫做官历。皇帝专用的叫做御览历，御览历或平民私藏御览历，在古代属于重罪。民间流传的是民历，后来就被称为农民历。农民历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指南，包含节气、每日一祭、生肖冲煞、财神方位、开神位置。弄大以后，逐渐加入更多阴阳五行与民俗禁忌。到了太平天国时期，这些迷信内容曾被大量的删除。清末宣统年间，官方皇帝也明令禁止生冲煞流年等内容。那我们今天使用农民历是怎么来的呢？关键人物叫做潘若望，清初德国耶稣会传教士，他根据明代的崇祯历书修订出实践历。实践历就是现代农民历的基础。到了乾隆年间，天文官洪朝和撰写通知书，流传于福建、广东、台湾与南洋。现在台湾使用的农民历多半源自于这个系统。至于农民历中那些难懂的名词，例如祭祀、祈福、纳采、丈量、出行、
放水，它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聊。